各位同學，上兩回我哋講到朱元璋君主集權嘅政策，以及佢點樣殘酷地對待天下臣民。喺今節，我哋就嚟睇下明太祖君主集權嘅政策引致咗乜嘢嘅後果啦。請同學翻開課本嘅180頁至181頁，明代君主集權嘅加強同影響。咁大家應該都仲記得，明太祖恐防自己辛苦打返嚟嘅江山會俾人奪去，於是佢就分封咗20幾個兒孫喺全國嘅軍事要地，賦予佢哋軍政嘅大權。咁但係歷史早有先例，西漢同西晉都係因為封建而搞到全國內戰，甚至元氣大傷。都去到14世紀，唔通明太祖真係唔知道歷史嘅教訓？咁或者明太祖真係有讀過歷史，或者佢身邊都會有啲大臣曾經勸勉過佢。咁但係明太祖畢竟就係一個缺乏安全感、疑心極重嘅一個人。喺呢種性格嘅缺陷之下，再加上佢內心諸多複雜矛盾嘅情緒交織之下，往往容易導致一個人埋沒理性，唔按牌理出牌，以致做錯決定。所以我哋有理由去相信，就算一個幾咁強勢嘅君王，都會有佢軟弱嘅時候。一旦做錯決定，足以影響國家嘅治亂興衰。更何況喺一個高度嘅君主集權體制之下，國家嘅治亂興衰就好取決於皇帝本人嘅質素如何。但係偏偏明太祖硬係就要將所有嘅權力都集中晒喺自己嘅手入面。以明太祖呢種開國君王嘅智力同埋魄力，都尚且有算錯嘅時候，咁更何況日後佢嘅子子孫孫個個都係喺深宮嗰度長大，未見識過世道艱難，唔知民間疾苦，咁佢哋咪更加容易出錯咯？國家咪豈不是更加快玩完？所以點解今時今日放眼整個世界，已經冇幾多個國家仲會用君主專制嘅方式去統治，證明咗權力高度集中喺一個人或者某一小撮人嘅手中，已經屬於過時嘅制度。明太祖堅持要行君主集權，咁佢嘅子孫後代就要承受附帶嘅惡果。首先，明太祖嘅統治總歸都係操控呢兩隻字，佢千算萬算，控制呢樣控制嗰樣，唯獨就係控制唔到人類生老病死嘅定理。當然嗰啲俾佢處死嘅人，屬於非自然死亡嘅個案例外啦。而明太祖就係冇辦法控制到佢大仔嘅壽命。太子朱標喺洪武25年，即係公元1392年去世，終年36歲。朱標死咗之後6年，即係公元1398年，朱元璋先至駕崩。白頭人送黑頭人，朱元璋呢樣操控，嗰樣操控，但係佢可唔可以控制到大仔唔使死呢？咁答案當然係 no。歷世歷代有幾多君王想追求長生不老，但係又有幾多個成功呢？秦始皇做過，漢武帝做過，唐太宗都做過，但係佢哋最終咪又係成為一堆白骨，同一般人一樣。咁太子死咗啦，朱元璋就立朱標個仔朱允炆為皇太孫。咁大家可能會問啦，嗰陣朱元璋仲有好多個仔喎，大仔死咗啫，點解唔揾次子、三子嚟繼承呢？論資排輩，論實力，呢班人應該比朱允炆更加有潛力去作為儲君嘅喎。點解朱元璋都唔揀佢哋呢？咁喺度呢，我就要解釋一下啦。中國自從西周行宗法制度，幾千年以嚟都係立嫡不立長，意思就即係立嫡長子為繼承人，正室夫人所生嘅長子就為之嫡長子，而嫡長子同佢正室所生嘅長子就為之嫡長孫。所以呢，我哋就點解有長子嫡孫呢個成語啦。至於其他子孫或者其他妻妾所生嘅，都屬於庶出庶子。只要一日嫡子嫡孫仲在世，無論佢哋嘅年紀幾咁大都好，都冇繼承權。除非所有長子嫡孫全部都死清光，先至以無嫡則立長嘅方式，喺子孫當中揀一個年紀最大嘅人去作為繼承人。其實本身朱允炆對上仲有個阿哥，而且佢嘅生母都唔係朱標嘅正室。但係咧，由於佢哋早喺朱標死之前都已經過身，於是朱允炆嘅生母就被立為正室，而佢亦都順理成章成為嫡系長孫。按照立嫡不立長呢條公式，喺朱標死咗之後，喺宗族當中最有資格繼承嘅就係朱允炆啦，而唔係朱元璋嘅次子朱爽、三子朱剛，甚至四子，即係後嚟嘅明成祖朱棣，排隊都未輪到佢啊！後嚟明太祖駕崩，朱允炆即位，是為明惠帝。
咁又因為佢嘅年號係建文，又稱為建文帝。咁由於朱元璋嘅次子朱爽同三子朱光都已經先太祖一步相繼離世，咁剩低落嚟喺明太祖咁多個親生仔當中，最大嘅就係四子燕王朱棣啦。朱棣咧，除咗兵力雄厚之外，又曾經喺鎮守北方嘅期間打贏過蒙古人，手下全部都係精兵猛將。但係佢同時又好低調，喺明惠帝面前就扮到身體虛弱，而且將佢嘅軍隊地下化，秘密練兵。所謂薑越老就越辣，年輕得嚟又未見過世面嘅明惠帝，又點鬥得過老謀深算嘅四叔呢？加上啲功臣宿將喺明太祖嗰陣時已經被誅殺殆盡，剩低嘅都係啲年輕新進嘅官員，例如係齊泰、王子澄。佢哋嘅政治資歷非常之短淺，只係睇到朱棣嘅表面，認為佢嘅兵力遠低於中央軍，就建議明惠帝削藩啦。結果就係咁，正中朱棣嘅下懷。朱棣呢就揾呢個嚟做藉口，以清君側、靖內難為名起兵。清君側意思就即係君主嘅側根有小人去包圍，朱棣就以皇叔同埋忠臣嘅身份去為明惠帝清理佢身邊嘅小人，即係話緊齊泰、王子澄。靖內難就係平靜國難。其實如果朱棣要喐阿齊泰同埋王子澄，只係需要派個錦衣衛去就得噶啦，有冇必要大動干戈呢？好明顯佢就係揾緊藉口去起兵，企圖奪位。朱棣嘅軍隊去到山東嗰陣時，就俾山東嘅守將鐵賢所阻擋。一聽佢嘅名就知道係守城嘅料啦。咁就係咁樣樣，朱棣就同鐵賢磨足3年。後嚟就由宦官嘅口中得知京師守備空虛，於是就決定唔再同鐵賢糾纏落去，直接帶兵長驅直下，攻陷應天。明惠帝喺混亂當中失蹤，自此生死不明。而惠帝嘅臣子齊泰、王子澄、方孝孺都遭到朱棣嘅殺害，然後燕王正式即位，自立為帝，是為明成祖，改元永樂。歷史上面稱呢次嘅政變為靖難之變，而靖難之變亦都見證咗明太祖因為行封建而帶來宗室相殘嘅惡果。而明成祖奪得帝位之後，先後5次親征漠北，打敗韃靼同埋瓦剌兩部嘅蒙古騎兵，同時又為咗鞏固北方嘅邊防，就將首都遷移到燕王府嘅舊地北京，並且將北京改名為順天，同時亦都修建紫禁城。而今日大家所見到嘅北京故宮、紫禁城，就係朱棣喺1420年所興建，今年係2020年，啱啱好有600年歷史。咁除此之外，明成祖朱棣仲做咗啲咩嘢去加強軍權呢？請各位同學翻去教科書嘅182頁同埋183頁，我哋就睇下明成祖嘅手段，以及係高度君主集權帶嚟嘅影響啦。第一，明成祖延續翻明惠帝削藩嘅政策，解除各個藩王嘅兵權，將地方上面嘅軍政大權都收歸翻自己一個人嘅手中。第二，明成祖喺中央嗰度設立內閣，由於廢除咗宰相，皇帝一個人統率6部，就選派大學士作為閣臣去協助處理政務，但係佢哋只係作為皇帝嘅顧問，冇獨立決策嘅權力，最後都係由皇帝自己一個人話事。第三，設立東廠，東廠其實就即係錦衣衛嘅進化版，或者你可以話係錦衣衛2.0。咁其實東廠嘅設立原因就係因為早喺明太祖嘅時期，呢啲錦衣衛恃住有皇帝喺度罩住，就喺度以權謀私，橫行不法。咁但係皇帝喺政務上面一腳踢，根本就冇時間去監控呢班錦衣衛。明成祖就為咗針對呢個問題，就另外設立東廠。東廠入面嘅特務人員係由錦衣衛當中挑選幾百人入去做。而東廠嘅業務就由明成祖派親信嘅宦官主持，叫做督主。咁東廠嘅權力同埋地位理論上邊係同錦衣衛相等，但係功能上面，東廠嘅存在就係為咗同錦衣衛互相制衡。一方面，東廠做緊嘅係監察臣民嘅活動，同時又監察錦衣衛有冇橫行不法嘅現象，屬於特務機關內部嘅權力制衡。咁講咗明成祖如何加強君主集權之後，我哋就分析翻明太祖同成祖高度嘅君主集權，到底為明朝帶嚟啲咩影響啦？第一，宦官乘機擅政。正如我之前講過啦，
中國古代嘅軍權有加強同埋膨脹嘅趨勢，去到明朝已經發展到一個新嘅高峰。明太祖廢除宰相之後，就大權獨攬，事事親力親為。最忙嗰段時期，佢平均每一日要處理200幾件奏章，做都做到傻。我剛才都有提到過啦，好似明太祖、明成祖呢啲英武有為嘅君王，要應付咁繁重嘅事務，都尚且有出錯嘅時候。至於日後佢哋嘅子孫，都係喺深宮當中長大，未捱過苦，唔知揾食艱難，就更加難以應付啦。後代嘅皇帝，如果佢係勤力嘅話，都仲好啲。但係倘若遇上啲日日只係掛住玩，完全唔理政務嘅皇帝，就會將國家搞亂檔。但係喺制度上面，所有嘅決策權都係喺皇帝手嘅入面。咁如果皇帝乜嘢都唔理，咁由邊個拍板，邊個負責抌印呢？而嗰個皇帝如果懶得去理的話，就會將呢個權交晒俾佢身邊嘅親信，特別係嗰啲同佢由細玩到大嘅宦官。於是就演變成日後宦官擅政嘅惡果啦。第二個影響，朋黨之爭。明初規定中央各個部門直接向皇帝負責，造成部門之間互不統屬，喺執行職務上面往往就會發生衝突。再加上明朝中期之後，宦官專權嘅情況越演越烈，而朝臣各自歸邊，一邊就係親宦官，另一邊呢就係同宦官對抗，變咗分朋結黨，互相排擠，形成咗朋黨之爭啦。第三個影響，官員侍風消沉。明太祖殘酷咁樣去對待臣子，又殺功臣，上朝又要跪對，講錯一句說話，劈劈又唔知要挨多幾多棍。平日同啲同事食飯，講句笑都唔得，因為一唔小心就會俾班錦衣衛拉走噶啦。咁佢哋喺呢種恐怖到近乎變態嘅統治之下，作為明朝嘅官員，又點會做得開心呢？君尊臣卑，大臣喺君主面前都唔夠膽皇帝講乜就聽乜。於是明朝嘅官員就開始越嚟越消沉，做事往往都係因循苟且，墨守成規。咁我哋喺講晒明成祖時期君主集權加強，以及講翻君主集權所造成嘅影響之後，我哋喺呢度就重溫翻啲要點，咁啊請同學整理翻自己嘅筆記啦。以下係今次嘅關鍵字詞，請同學抄低落嚟，課餘嘅時候記得溫習啦。隨住教育局宣布復課，我要投入返日常嘅教育工作當中，喺短期之內都唔會出新片住，不過仍然都同大家預告定下一回嘅影片。宦官嘅得勢點樣令到本來已經唔係幾和諧嘅朝臣進一步撕裂成兩派，並且互相鬥爭呢？下一回明朝嘅宦禍同埋黨爭，有機會將會再同大家分解。同學可以從以下嘅途徑同我聯絡，我哋下一節再見，拜拜。